今天有很多特别好玩的来信，我还没看呢。李毅说在筛稿过程中频频痛哭，热泪盈眶。哎，李毅说跟你们，他怎么跟你们商量的？李毅说跟你们商量了一个隐藏游戏，叫不能说挑战，从本次直播开始就会启动。有一个不能说的限制词是和小卖部的朋友们一起票选出来的，具体是什么词，12点以后揭晓。届时我触发了多少次限制词，你们会计数，然后最后会抽奖，奖品随机。然后李毅嘱咐说，弹幕的朋友不要说。行吧，我都不知道你们这背着我整这么多死出啊，还能这样，惊了呀，震惊了。蛋总不和朋友们过年，我现在不就是在和朋友们过年吗？网友、电子宠物也算朋友吧，友谊的一种特殊形式。电子宠物颁奖礼，现在读颁奖礼吗？应该不到颁奖礼吧。跨年夜炸裂投稿回顾，这还不到时候吧。跨年夜颁奖礼入选投稿最佳爱情故事，哇，这是个回忆的2024年最佳职场故事10点半的时候念还不到。好的，那我读啥呀？这会儿最开心的事，2024年最开心的事，咱们先读，我听你们的，我先读这个2024年最开心的事，还有这个年末告白信箱，跨年夜告白信箱，你们现在要听这个告白的，还是要听这个全是2024开心的故事回顾的告白？我现在眼睛看的是告白多一点，咱们来一封告白，一封开心吧，好不好？咱们先来个告白，咱们听听他们怎么告的白。告白信箱第一封先告个白。2024年我要对我的爸妈和朋友告白。第一封就这么正能量吗？你跟爸妈朋友告白，那你现在赶紧把我的这个小卖部快点分享到相亲相爱一家人还有公司大群。这位朋友，这位来稿人，你给我整这个正能量这一出，你的爸妈和朋友知道吗？你得把我赶紧分享到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里去，让他们看这个直播，不然他哪知道你给他告白这给我整这个正能量，看看2024年对25岁的我来说是迷茫的一年，一方面是研究生2年级在读，另一方面是就业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在迷茫无措的时候，就靠着看你的直播来陪伴。不是你夸上我了，怎么后面夸完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直播，肯定也没少买东西。钱呢就来自于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在金钱上对我无条件的支持，让我能有底气成为一个善良、诚恳和浪漫的人。感谢爸爸妈妈，我会在过年的时候好好陪你们的。这么个告白朴实无华，好真诚啊！我看了这么多直播，肯定没少买东西，钱当然来自爸爸妈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感谢，我也感谢咱妈，我也很感谢感恩我跟你一起告白，好吗？谢谢这些在背后默默支持这些支持我小卖部的朋友们感谢你们。24年我既有新朋友又有老朋友，新朋友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充满快乐，老朋友也让我们的友谊历久弥新。谢谢朋友们的陪伴，爱你们。最后我还想感谢我生活中的所有人，有卖我吃的商家，有面试我的老师，有谈事儿的，我相信是缘分让我们相遇，即便大多数只是一面之缘。我希望新的一年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实现转型，努力再努力，享受再享受，快乐再快乐。最后祝小卖部的朋友们新年快乐！这个人怎么这么可爱，逗死我！很可爱，第一封信非常可爱太有意思了这哥们儿还难怪他这么快乐呢。李毅给我截屏了他的这个，说他之前在我们这儿经常中奖，他还关心过我。李毅给我截屏了他以前的这个私信聊天记录，说少喝点酒吧，说生病了及时去医院，别硬挺着，一个人生活也不容易。感谢蛋总深夜陪伴，看得开心的吧。咱们看看这个2024最开心的事情。欢迎你们今天是我们大家一起小卖部跨年。你们当然在生活中在现实中不知道在跟谁跨年，但是把我这个电子宠物放在旁边，我就算咱们一起跨年了，好吗？感恩感谢。然后今天就是读一些特别好玩的来信，读一个开心的今年最开心的事是看了陈佩斯老师的话剧。25年的愿望是1月1号我就要第3次开始上班了。第3次开始，咱们这个上班要
频繁的开始吗？就是换工作就换工作呗，怎么第3次开始上班？没懂啊！我最大的愿望是和妈妈都能身体健康，其次就是要赚钱，越多越好。然后夏天的时候想去趟内蒙的草原，不过初夏的时候要做一个手术，希望手术能顺利恢复，好早点去旅行。祝大家新年快乐！心这么大吗？咱们能不能去完草原再做这个手术啊？你这骑个马再给刀口颠开啊！内蒙古大草原要坐很多车，朋友，我很认真的跟你说啊，你要是做手术的话，你就别那个做完手术去内蒙，很多车很多马，你别刀口给你颠开，你先去玩够了，你再做这个手术，一直要坐车。到哪儿都特别远，内蒙就这样啊。但小卖部的朋友们，跨年快乐！2024年我完成了很多事儿，这篇就是纯炫耀。好的，今天允许炫耀，今天大家在弹幕里也很欢迎你们分享2024年快乐的事情，咱们沾喜气，对不对？跨年了，把好运气带到新的一年去。我从初中、高中开始就喜欢写点东西，那个时候呢也在杂志上发表过啊，这就开始炫上了。这第一句就要起来了，第一句就炫耀上了。初高中就在杂志上发表过了，不会是校刊吧？不会是你自己印的杂志吧？可能因为家庭教育，因为社会环境吧。考大学的时候，全家都认为选工程类比较稳妥，我也认同。大学在理工科院校逐渐的远离了写作，10几年过去了，现在拿到了博士学位，有了稳定的工作。这2年想写东西的心又活跃了起来。今年写完了第1部长篇小说，虽然连载没有什么水花，但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网友和老师。生活上也在年初顺利怀孕，年尾生个可爱的宝宝，同时在产假前得到了升职加薪。这2024年让你过的一点不糟践啊！这一年。啊！你把2024年攥出油水来了，你这怎么这么幸福吗？好幸福啊！这个收入在我目前的城市不算特别能吹嘘，但是我自己已经相当能满意了啊！这几天抱着宝宝在喂奶间隙，还构思下一个故事的大纲，看着我的股票账户，我就好想吹牛啊！哈哈哈哈哈！我今年也太厉害了吧！哈哈哈哈！蛋的直播从我第3孕程开始陪伴我，一直到月子期间，现在当做白噪音。陪伴我每3小时一次的泵奶，这能陪吗？这是我能陪的吗？哎呀，这能行吗？这个咱也不知道啊。这个能一直笑的话好吗？我也不太懂啊。祝蛋越来越好，小卖部的姐妹们越来越快乐，暴富。好的，沾喜气啊，感谢，这挺快乐。这2024年过得是挺好，这个妈妈很幸福，一位幸福的妈妈博士，然后一个成功的一个小说写作的新人。一个稳定工作的博士，一个新晋妈妈，一个炒股赚了钱的一个这个罕见的这个 A 股股民，是吧？天哪，这2024年让你过的太幸福了。还有前情提要，这什么？哦，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面容姣好的38岁男人啊？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有一个人说他38岁中年男人，工作稳定，面容姣好，小康家庭，然后跟妻子结婚10年，后来本来都挺平淡，突然有一天见了这个高中时期的女同学白月光，然后又来劲了，大哥又起范了，大哥就是这个心又燃烧起来了啊！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白月光的感情，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说发现自己是个情种，就那个哥又来信了。你好，蛋总，我就是那个用黎明头像的中年男人，感谢你上次对我年龄的否定，对我上次说他是骗的加编的，他说他真的是38，我也爱黎明。上次故事的切片，我看到好多评论，有理解的，有诋毁的。感谢这次投稿，让我有了一次被网暴的经历。理解我的人，我们可能是感同身受；诋毁我的人，我恭喜你有一段完美的婚姻。但大多数的人的婚姻真的只是凑合。找到了一个彼此很相爱的婚姻，生活中能完美共处的，真是可遇不可求。毕竟遗憾和不完美是人生的主旋律，但是当你遇到一个可以弥补自己遗憾的机会时，人性往往经不起考验。我很喜欢咱们小卖部的原因是，您在节目上从来不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随意评判他人的行为，而是以幽默诙谐奇特的角度给出建议。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虽然我和我的白月光再次相遇，我有啥想法吧也正常，但毕竟我没有逾越雷池。是的，果然他又联系我了。上次看完电影分开以后，我有意的没再和他联系，2个星期后他又主动联系了我，说怕我拉黑他，我们就又开始了频繁的聊天，我们又吃饭又看电影，但还是感觉他在和我保持距离，但聊天中对我又关心又带着感情，我现在有点闹不清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也是局中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蛋总，我很喜欢您分析问题的角度，尤其是你在这个小卖部的这种态度，蛋总帮我分析分析，他想干啥我该干啥。
他想干啥你心里没数吗？你想干啥他心里没数吗？你俩呀，现在就是啊，咱们用东北一句哲人的话就是，你俩已经都不是那个好想谈恋爱的年纪了，听过吗？你俩就是中间就隔了一层这个，就现在就非要给他，就是非要捅破，是吗？没有必要了，就隔着吧，好吗？你要不就离了，要不就隔着，就别捅破了啊，是吧？如果没有逾越雷池呢，行，你俩看看电影，我们也不会说啥，看吧，为中国电影票房做个贡献。今年票房这么差，多看点电影也是好的。我也有很多拍电影的朋友，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多看点电影倒也没什么啊，就是但是就不要往前再走一步了啊，哥们儿，突然想到这个台词，我就那个完整的咋说？你我呀，可都不是一个好想谈恋爱的多情少年了啊！我们应该以一个成熟的男人的心态来面对一个已婚的女人。哥，这台词怎么样？就是给你写的呀，好不好啊？我彪哥这句话不就是给你写的吗？我们应该以一个成熟的男人的心态来面对一个已婚的女人，怎么样？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我忘了你这白月光已婚没婚了，反正你是已婚啊，你也应该以一个已婚男人的心态来面对这段危险的感情吧。看看电影得了啊！要看电影谁也不能说你啥，可别往前再走了，走过去你就得后悔，兄弟。白月光是离婚了啊，离婚，你说这确实也是吧？哎，我盲猜啊，哥们儿，既然你这么信任我确实也从来不在道德任何什么谴责人任何道德上的事儿。你既然这么信任我就从理性上给你分析一下，哥们儿，他天天这么联系你啊，这么那什么，你如果突然就是跟他说我打算离婚，我怀疑第二天他就消失了，我怀疑他到底怎么想的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危险的消遣。你们俩这种关系就叫危险的消遣，兄弟，就看电影不够刺激啊！现在电影确实也难看得多，就光看电影也不刺激啊。这你旁边坐个你还已婚着，然后他是你的白月光，他刚离婚，你俩往那一坐看个电影，这纯五 D 啊，对不对？流汗，纯五 D 电影，他可能是为了增强观影体验，所以老约你看电影啊。至于是不是想跟你走入一段关系呢？我觉得未必，肯定是想跟你走入一家影院。这个咱们确定了，是不是想跟你走入一段关系呢？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不是，好吧？你咋不过节？你这不也没过吗？啊，这就跟小时候做那个眼保健操的时候似的。小时候一做眼保健操，总有人说，哎，你当看我，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你？你过节你怎么知道我不过节呢？这不一样的吗？你肯定也没过呀。研究生在回家的火车上，祝大家新年快乐。火车上信号这么好，咱们再看看这个告白的吧。今天有很多人在告白，蛋总太感谢你了。有次在直播间听你说遇到好事一定要接，不接好运就走了，大概这个意思吧。我以前都觉得这是迷信，自从那天听你说完之后，我经常到处接好运，果然运气变好了。今天我要向张月告白，我还是很喜欢你，15年了，你还是一直住在我的心里。希望你未来的日子越来越好，一切顺利，有缘再见吧，爱你的笑笑。张月，你在听吗？张月，你不应该在听吗？张月是那个超越那个月啊。笑笑，爱你的笑笑，爱了你15年了，笑笑爱了你15年了，张月，笑笑，你要是说我小卖部我直播说的话你能听的话，这个接好运你不用太往心里去，勇敢一点，你能不能往心里去啊？你给我发什么信呢？你给张月发呀？啊，笑笑，我们小卖部告诉你要勇敢一点，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爱，你能不能去追求啊？你给我发什么信呢？15年，蛋总你好，向我曾经双向暗恋的对象告白，他是我小学初中的不同班的同学，相熟还是在初中课外英语辅导班上，因为他很幽默，还会给我带我没吃过的高档巧克力。我不想欠他的情，但我也真想直接吃，所以我也会在课间的时候给他买点小面包。在不是生日的某一天，他针对我的喜好送了我当时觉得真的好用心的礼物，我害怕了，因为我当时真没心动，我一心向着学习和小零食。我给他发了一条，我们是兄弟，对吧？这种绿茶话割席。后来找了圣诞给他回了礼，送了他打篮球的护腕，但现在回想，可能那会儿我已经喜欢上他，别的追求者我都不会搭理。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挺成功的吧？他太成功了，这被你看上了，能不成功吗？他初3就出国了，我在国内重点高中读书，中考第一天我下载了王者，他开始带我上分。你们俩学习压力太不大了吧？高一下半学期，疫情困在家里，每天中午，在他晚上的11、2点的时候，我们一起
开始语音打游戏，半年一起上个王者。这学让你俩上，我过生日，他会在深夜用宿舍的钢琴给我弹歌。宿舍有钢琴啊？这兄弟读的什么学校？宿舍里有钢琴啊？我的天！我提醒过他会扰民，他说他室友都在 party， 不会说的。看到了萤火虫会发给我视频，先给我发视频，再发朋友圈，也会给我讲刘子的生活趣事，我也会跟他说我的未来理想，我的梦中情校。这么看我还真是超级以自我为中心啊！就这么每天煲电话粥，怎么能不心动呢？我有时晚上关个灯会因为想和他谈恋爱而脸变得超级热，真的只是捅破窗户纸的事了。我一直在等他表白，拖了1个多月，我也过分的自傲，不肯主动的告白。而游戏我也不能再沉迷下去了。早恋这个词可能也一定程度上推着我强行淡化了和他的联系。我借口成绩退步，说不能再跟他一起打游戏了。实际上我会等他那边睡死了，我再悄悄上线。我跟他就这么慢慢断了。但是没谈恋爱的我确实也考入了最高学府，好厉害啊！这又上王者又上清华的，这王者和清华能一起上啊？姐们儿这么厉害吗？这又能上王者又能上清华，这最高学府不是清华就北大呗？不知道哪个，就差不多吧，这意思。惊了呀！我游戏单排也能上至尊王者了，真厉害！没有跟他谈恋爱的结果，目前好像都是世俗意义上的，也挺好。只不过我放不下那段暧昧。大学期间，我朋友圈发了新买的帽子，我私以为很小众，但是几天后，我在他和他当时的女朋友的合照里看到他也戴了同款，那一刻我才认清我确实在乎他，他也挺在乎你啊。他不光在乎你，他多少还沾点变态啊！这干啥呢？谈着恋爱给你买同款帽子，还发朋友圈让你看着。这小孩打王者，这又打王者，又弹钢琴，又学习这么好，又谈恋爱，又买帽子，我的天，真忙啊！你们这年轻人，真忙啊！这年轻人啊，火！他现在放假回国了，也没有女朋友了，是吧？应该是吧？是为了，应该是放假回国，就是临时没有的吧？应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小伙啊，如果现在已经完全是欧美留子的他突然跟我表白，我大概也不会同意。20年没谈过恋爱，让我的择偶标准水涨船高。咱们就是说，考入最高学府的你，这个逻辑通顺吗？请问这位至尊王者又考入了最高学府的你，20年没谈过恋爱，让我的择偶标准水涨船高，这有什么逻辑关系？这有什么逻辑联系？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考上的？这啥玩意儿啊？这有什么因果？我只是放不下那个曾经给我拍萤火虫的男生，但是感谢他让我品尝到了爱情的酸涩。你上哪品尝的？没品尝啊！爱情可能是在这儿，你就嗅了一下啊，没往嘴里放，好吧？没品尝到，还让他给你品尝爱情的酸涩啊！我们这草莓不酸涩了，很美味啊！我相信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相信薛定谔方程始终成立。我坚信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我会在某个下午给出愿意的答案，无论这段感情的尽头如何。或者不一定是我给出答案，那请蛋总帮我问出来吧。这个世界的我可能永远不会主动说出这句话，我喜欢你，我们要在一起吗？你倒是把这个小伙子，你至少给个 ID 给我呀，这位至尊王者，你把他王者荣耀的 ID 告诉我也可以呀。他打什么位置你告诉我，哪怕也可以呀。我跟谁，我替你说出口，我跟谁说呢？我喜欢你，我们要在一起吗？他是哪个服务器，哪什么打野的还是干嘛的？你至少透露点信息啊！我这跟谁告白呢？我这喜欢你，我们要在一起吗？他是谁啊？他是至尊王者，怎么上的至尊王者？怎么上的最高学府？跟谁告白呢？游戏 ID 告诉我也可以啊！这惊了呀，头晕。行吧，你要是在看直播的话，你把刚这一段录屏截下来，你发给他也可以啊。谈谈看吧。跨年还在直播，对，那个支持一下呗。处在中年危机之中，每日慌乱的生活总是在消灭一件件待处理的事情，却忽视了表达情感这件事儿。在蛋的小卖部这一活动提醒下，最想和我的妈妈说，这些年来照顾生病的爸爸辛苦了。女儿忙于照料自己的小家，对您和爸爸的关心陪伴还是不够。祝爸爸妈妈新年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最朴实的语言藏着最深的歉意和爱意。姐妹儿，别整那些没用的，朴实的语言就没有必要了。给爸爸妈妈买个坚果礼盒吧。你跟我说，你爸爸妈妈能听见吗？买个朴实的坚果礼盒吧。不是，你跟我说他听不见呀。你要不就勇敢点，把我刚这个截屏发给爸爸妈妈也行啊。不，咱们这个表白很动人，但是要跟他们说啊，还是要说。
不用非得买礼盒，但是你怎么样也得让他们知道呀，好吧？和蛋的小卖部一起跨年了。首先要向你表示感谢，我是一个刚满20岁没多久的大学生，蛋总今年帮助了我很多很多。蛋总是我今年的年度关键词，你的年度关键词是李诞，你的年度关键词，那你这一年过得可蛮不关键的。今年秋天我看完了你所有的出版的书，听完了你的播客，当然也看了很多直播，我从你身上学会了看世界的另一个角度。这后面全是夸我的吗？我的天，这后面都是夸我的。我先跳过，我先跳过一段这个夸我的。我大学的前几年学会了理想，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进一步成长的方向。去年9月份我看了很多的鲁迅，今年9月份我看了很多的李诞，不得不说是一种退步。这位同学啊，退步还蛮大的，好吗？也不知道怎么了，一个人在1年之内能退步这么多。去年9月份看鲁迅，今年看李诞了，就短短的1年就可以退步这么多吗？这能行吗？这退步太夸张了啊！赶紧回去看鲁迅吧，别看我了，你看鲁迅去。这消费降级，你这怎么这读个书啊降级了？哎呦我的天哪！今年我的新年愿望是向李诞多学习，成为更现实的大人，成为更能和日常生活打交道的人，适当为自己设计一些非日常的活动，拥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啊，这是对的。成为做事更有职业精神和更懂商业逻辑的人啊，可以。25年能够为自己去北京读研究生这件事情认真努力，也祝自己好运，祝你好运。没事还是多看看鲁迅。咱要是喜欢这个，就是说想了解点现实啥的，咱读点这个巴菲特、芒格啥的也可以。2024年最令我感到快乐的是，我获得了类似于人生瞬间一样可以铭记一生的画面。前情提要：我妈等公交的时候总喜欢站在公交专用道的旁边，如果我提醒她危险，她就会后退几步，脚跟踩在马路牙子上，前半只脚悬空，继续眼巴巴的看着车的方向。我反复的跟她说这样很危险。对呀，阿姨这么叛逆吗？这多危险呢！这干啥呢？这整上王家卫了怎么的？这特别王家卫啊，这多危险呢！万一站不稳被车刮蹭怎么办？我说了，但是下回还做，他就没怎么改过。11月的某个周末，我俩看完银杏，要换乘公交回家，在等第一趟公交的时候，我突然一低头，发现我也踩在马路牙子上，半只脚也悬在外面。我扭头看我妈，她当然也是这样的。我突然哭笑不得，让她看我们的脚。我说妈妈，我们上辈子是鸟吧？我妈说鸟都在天上飞呢，鸟不站这儿。真挺王家卫的，这对白有点东北王家卫的感觉，就又浪漫又好笑的。说妈妈，我们上辈子是鸟吧？鸟都在天上飞呢，鸟不站这儿。什么呀这是啊？这不范德彪演王家卫吗？啊，说有一种鸟是没有爪子的，它一生中唯一一次落地的时候，就是它等公交车的时候。后来我们上了车，在车上小声的聊新闻八卦。我们永远都有共同的话题，也永远不会冷场。到了换乘站的时候，接着聊，我突然又说：“妈妈，我还是觉得我们上辈子是鸟，不然我们怎么总凑在一起叽叽喳喳。”他突然像鸟一样，头略微一点一点的凑近我，一本正经的说：“对呀，我们就是鸟，我就喜欢和你说话。”这个故事可能听起来很无聊，别人也不能理解，但是我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无比幸福啊，能理解，很能理解。我今年34岁了，我妈妈58岁，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很幸福，非常好，太幸福了。这东北王家卫又幽默又浪漫的，很幸福。如果我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在我划开火柴的那一刻，想到的就是这个画面吧。姐妹儿，咱们想点吉利的行不行？我这眼泪已经在这儿了，我读到你这个结尾，我眼泪给我憋回去了。你这大过年的，你想点吉利的行不行？你干嘛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啊？你看过卖火柴的小女孩吗？什么划开火柴的那刻想到的就是这个画面？那火柴那能划开吗？那火柴，你这么幸福的人，你没事划那玩意儿干啥呀？天啊，好吧，这尤其是34岁的人和自己的母亲可以有这种对话，太幸福了，非常幸福。大部分人就是连那个日常对话都进行不了，很多人进行日常对话都很困难。你这还能说这么浪漫的、有趣的话，很幸福。打发老公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送给老公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说打发呢？你送都送了，就不要再说打发了好吗？好吧，感觉老公是一种奶油。李毅说：“我充分怀疑你已经猜到了触发词。为了给大家抽奖，9点半我们开始更换第2个触发词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直在玩一个游戏，就是我要是不小心说了一个不能说的词，累计次数会给大家抽奖。我没猜到是哪个触发词，我不知道，我一直就没猜。最令我感到2024最令我感到快乐的事儿是但这封信我写了好几遍，我发现我表达能力真的好差呀，所以我决定把我的故事几句话概括一下。我是一个女大学生，因为正在实习。
但是又很想去看10个晴天的演唱会收官战，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抢到了门票。但其实我兜里根本也没有几个钱，去看演唱会产生的其他花销我负担不了，所以最后我选择了退掉。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回答了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追星和现实生活哪个更重要？因为这件事情，我突然发现，原来追星就是现实生活。原来的我以为追星带给我的快乐都不是真实的，像童话一样。但其实快乐就是快乐，追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积极正向的能量。所以追星和现实生活不是对立的关系。如果追星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开心，我就更应该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做合适的事情来追星。所以希望分享这个故事给大家。如果正在看直播的人有合伙人的话，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心，因为每天的你都很辛苦，抢不上周边也不要破防，不要伤心。可以，哇，今天的来信都很正能量哈，挺好。蛋总你好，你下次直播那天是我的生日，没错，我的生日就是元旦，明天啊，一会儿陪你一会儿一起跨年，一起过生日。我还是千年等一回，出生就持证的千禧宝宝，我就是99年最后一天的最后半小时和2000年第一天的前半小时顺产出生的宝宝。据可查数据，全国应该有13个，不知道能不能在你直播间再遇上一个？能遇上吗？这概率可太小了，一共就13个，不会欢聚一堂都在我直播间吧？这怎么遇上？1/13啊！我就是的，我这下面现在说我就是的已经不止13个了，还我也是，我也是，这就不止13个了。这么多千禧宝宝啊，一共13个，有130个都在我们直播间，我也冒充一下。好，因为我太会挑时间来到人间了，所以打小记事起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一般人，所以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这么告诉自己。实不相瞒，我有一位爱喝酒，喝完酒还砸东西的父亲，还有一位性格强悍但遇上我爹就恋爱脑的母亲。哎，我还有一位父母认为十分听话的弟弟和曾经有些许重男轻女的外婆。我儿时确实不懂事，想要在父母面前刷存在感，显得我更听话。我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儿，以至于每次父母吵架，他们都会认为都是因为我，他们才开始吵架。母亲每次吵完架会找我细数过往10年为什么他们会为我吵架。父亲会怪我告诉了妈妈他出轨的事实，毁了这个家。以前我也认为是自己做的不对，后来在职业过程中遇到了贵人姐姐和前辈，才慢慢对这个世界有个较为正确的认知。有过十分拧巴痛苦的心理斗争，于是我将过去我遇到的事情与第三视角写了出来，去分析哪里是我不能改变的，哪里是我可以努力的，哪里是我做的不对，哪些根本不是我的问题。我想重启我的人生，现在我已经从物理距离上远离了他们，享受一个人的自由和一个人的孤独。经常看你的直播，铭记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位幸存者，想要获得自由就要付出代价。前些天跟一位我很敬佩的姐姐聊天，我跟她分享这些，她因为我最近遇到一些棘手的官司，有很强的她因为最近遇到了一些棘手的官司，有很强的自我攻击。对了，我忘了说了，我是一名00后的律师，已经工作了3年了。他说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位幸存者，是他踏入社会这么多年来一直秉持的理念，怎么走着走着就给忘了。他很感谢我跟他分享这些，我很感谢你用小卖部跟我们说这些。现在我要做自己生命的领袖，重启我的人生，重新建立我与世界的关系。不知道什么时候，周围很多人反馈说我变得更好，我很开心。前段时间我爸爸因为过往生意上的事情，可能面临或轻或重的刑事处罚和罚款。突然一下，他对我十分关心，早晚问我忙不忙，吃没吃饭。我很忙，我就没回他消息，应该是我也不想回吧。坦率讲，我现在能够做到的是不伤害，我还没有能力跟他和解。他爹是想找个免费律师吧？这是。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变得更好，坦然的跟他们和解吧。最后，小卖部的零食接近一半我都买过，牛脆脆家里都不会断，最喜欢吃原味儿。蛋总，你能不能跟每日坚果说一说，再上一次那个杯子没送的，专门做个链接，我买那个杯子也行。祝小卖部生意成功，日后要是有机会遇见你，会很真诚的跟你说一句感恩和感谢。对了，我要工作到200岁，前半生在地球上晃，后半生我要换一个星球工作，到时候我想跟你一样在那个星球开一个小卖部。好的，祝你美梦成真啊！到时候我去光顾，非常好。24啊，00年这不就24吗？好成熟啊，确实24也不小，就感觉又青春烂漫又很成熟，是不是？非常好。今天的来信确实都很温暖啊。接下来是一个品牌投稿时间，还记得我之前嘱咐大家的事吗？品牌投稿时间，但是大家就要装作它很巧妙的样子，好吧？
就好像特别真实那种啊。蛋你好，我是独生女，给自己还整上人设今年30岁，就职于某互联网大厂，哪家啊？啊，不会是黄色的 logo 那家吧？平时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谈恋爱，也接触不到其他圈子的男生。其实我不排斥谈恋爱，就是感觉缘分没到，身边人不合适。但是我妈总催我相亲，也去了人民公园相亲角。我妈要求男方年龄是28到35，未婚。废话，你们这个品牌来信的时候，咱们稍微是吧？就这种细节不考虑一下吗？客户他要求男方年龄在28岁到30岁，28到35岁之间未婚，这用要求吗？你稍微用心一点啊，这位客户，这还没到你产品露出，你这铺垫你稍微用心一点啊。客户真实，客户太严谨了。客户身高1.75米，可以不是上海户口，但必须要有上海的房子，细心体贴，最重要是会过日子，会盘算怎么省钱。其实我也理解我妈，她是看我这么忙，想找一个能照顾我的男生。别说，还真让我妈找着了一个，这虚构的味道是不是有点太浓烈了？别说，还真让我妈找着了一个，这太虚构了呀！这怎么找着的？这怎么找着的？上周推给我了，说人特别好，老实会过日子。好家伙，这真是太会过日子了。2个人约出去一起吃饭那天，哎，来了，朋友们，奶茶是要买券的，去唱 K 也要买券，吃饭也要买券，甚至买团购券前还要先用美团神会员神券膨胀了再买团购券，整个一个券友券友。其实除了这个男生其他方面都还行，985有房子还聊得来，就是券友实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会过日子了。想请教一下蛋总，这样的男生能不能继续发展？我如果猜的不错的话，应该80%的人都这样吧？啊，可能没有这么忙的消费活动，但是买个券不很正常吗？你这券友那肯定我也是券友啊，我也特别爱，我每天都是那个，我点外卖，我就是一定要那个什么，就是给他凑那个什么42减9啊什么。我如果今天啊，我就是每天要吃什么，基本是决定于我今天拥有什么券。我要是有一个，就一般都是那个42减9，我一般要拥有了这个券，我就几乎就只吃那么1-2家店，能完好的凑出这42块钱，而且不会浪费。还能吃饱，我是这样的。这我还认真回复他吗？这太生硬了啊！美团人不错，你们这客户作为客户是非常好。咱们这广告要不就直接打广告，就直接来就得了。券友还给我整上了，没必要。咱们可以稍微交流一下，对吧？我跟你们讲，我有一年跟你讲一个我的小故事。我有一年，我就不说具体的哪年了，我也不说具体因为什么，反正就是那段时间，我突然就是人生就是走入了一个低谷，就是时间也变得特别多，然后呢，钱变得特别少。然后那个时候疫情还没结束，也不太能出去，就大街哪都疫情，我就在家研究这个美团，这个我就每天我就研究说，这怎么才能多省一点呢？你们玩过那美团里头有好多小游戏，你们玩？它还有那种转盘可以抽奖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见过那个东西吗？这真不是广告，这个美团也没有要求过，真的是我个人经历。我那年我不知道怎么，我就是神经病，我就开始沉迷于它里头那些东西。然后有一天弄那个转盘啊，说突然中奖了，说我中了一个那个腾讯网卡电话卡，我很高兴啊，我很开心啊。我说那就收下吧。我说那就中奖，我很高兴啊，在那转就收下。第二天敲门以后说你是那个什么那个中，我说是，我挺高兴。那个大哥穿一工作服，他都没跟我交流，拿起一个机器咵就给我来了一下。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这个电话卡必须人脸扫描。哦，我说行。然后说行，这卡就是您中的奖，每个月扣29块钱。我现在还用呢，我以为我中了个奖，每个月扣29。我一直用到现在，你们还记得吗？我那个刚开播的时候，我说如果实在不行用5G，我说我这个腾讯网卡小红书免流量，我这个腾讯网卡是怎么来的？是美团算计我，硬塞给我的。谁要用啊？我以为是白给我的呢，每个月骗我29，这是真的。我觉得人真的很奇怪。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真是太奇怪了，我在干什么呀？我就是自从有了那个。就是网卡插上那一刻，就是第一次扣我29，我就感觉我的智力回来了。就是李诞，你干嘛呢？你每天在家你干什么呢？我说对呀，我在干什么呀？然后我就走出了那段灰暗的时光。那个腾讯网卡往里一插，直接智力就感觉回来了。说这是干嘛呢？
你需要这个卡吗？你不需要啊。那它怎么来的呢？因为你每天点完饭，你无所事事，你搁那玩那个美团小游戏，转盘呢在那儿，天天觉得自己又占上小便宜了，特高兴。每天这儿抢个券，那儿抢个券，这儿弄一下，特别高兴。每天这是干什么呢？智商一下回了。就告别了，但是现在那个抢券的恶习，不是抢券的恶习，就是用券的恶习还是保留下来的。啊，真的，这都是真，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个真事儿。我觉得人有时候真的很怪，就那段时间就是觉得不知道，就想自己待着，然后就在那研究这些破玩意儿，然后每天还挺美，小便宜又让我占上了。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稀里糊涂的人，根本不会算这些账，什么都特别稀里糊涂。然后发现了这个乐趣，我甚至都不怎么点外卖，从前，然后就开始自己研究了，说好这么着，好是这样，开始会用了，跟美团这个券的一段缘分吧。啊，那个券现在还在用，现在因为它真的省钱，我有段时间我还真的会去买。就是然后又低，就特别复杂有一套。但是我后来为什么我觉得这29块钱我每个月让这个美团扣或者怎么样，我还挺心甘情愿的。大家想一想，正在找工作或者找过工作的朋友们，你想想美团招人的标准都啥标准？就这帮聪明的大脑，就美团招进去这帮985，就这帮学习这么好的这帮高材生，每天搁那儿就研究转盘，就每个月就想赚我这29块钱，我觉得就让他赚吧，可以，我觉得。他值得啊！哎呀，很有意思，人真的很怪。那个时候真的就重新认识了一下自己。我过了好几年，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我当时挺妙的。所以这个腾讯这个卡我一直用到今天。我有时候也提醒一下自己，人真的很荒唐，人真的是非常荒唐。人就有时候突然陷入到一种我都不太理解我那个精神状态，我在干什么呀？干什么呀？